林轩，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外世子！这中海味至尊汤可是县令大人点名要的贺寿汤，你竟然在里面下毒！你是想让我们全家老小给你陪葬吗？大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这高汤是你亲手调的，后厨的钥匙全在你亲信手里。我不过是个连灶台都不配靠近的账房杂役，拿什么下毒？再者，这银针发黑，重是砒霜之毒，这等剧毒之物，全城只有官办药房才有。去查查购买记录，不就真相大白了？死到临头还敢狡辩！刚才厨房里只有你一个人进来过，不是你还能是谁？够！县令大人此刻就在2楼雅阁等着这中汤，现在汤里有毒，不管是谁放的，县令大人的怒火总要有人来平息。林轩，你是庶出，平日子里性格乖戾，这黑锅你不背谁背？您明知道这毒不是我下的，但为了保全您的嫡长子，为了保全珍馐阁的名声，就打算把我推出去当替死鬼，送给县令大人千刀剐。既然生在我林家，吃了我林家10几年的米，到了该为家族出力的时候，就容不得你拒绝。这是一份断亲书，只要你签了它，从此你不再是我林家的人。听见没有？爹这已经是大发慈悲了。你要是不签，我现在就把你扭送谏官，大刑伺候之下，看你这硬骨头能扛住几棒子。哼，好一个大发慈悲，好一个气喘保帅。林老爷，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从现在起，我林轩与你们珍馐阁林家恩断义绝，天涯陌渡。这口黑锅，全当是我还了那点微薄的血脉之情。站住！既然是分家净身出户，珍馐阁的一草一木你都别想带走。我看你身无分文，估计连讨饭都不。这块是从西山矿里的土矿石，吃一口拉肚子，吃2口能让人肠穿出来。今天本少爷心情好，这石头就当是分给你的家产了，留着路上舔2口，免得饿死在街头。大少爷，您怎么能这么作践人？那毒矿石吃不得啊！少爷，咱们走，咱们不受这窝囊气儿。林腾，多谢你的慷慨馈赠，希望日后当你看到这块毒石头的真正价值时，还能像今天笑得这么开心。少爷，咱们现在是被赶出来的流民了，身无分文，连个热乎的馒头都买不起。您刚才在酒楼里，怎么就不向老爷服个软呢？还有您怀里那块毒石头，快扔了吧，看着怪瘆人的。服软？大牛，你以为低头就能活命？在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挡箭牌。想要在这个世道活下去，并且活得比所有人都好，靠的不是摇尾气。脑袋？少爷，脑袋能变出大白面馒头吗？脑袋变不出馒头，但这块毒石头呢？少爷使不得啊！这可是吃死过人的毒矿岩，您就算再饿，也不能寻短见啊！大牛，你看好了，权贵视此物为毒，只因不懂化学分离之术，是因为里面掺杂了大量的镁泥沙。只要除去杂质，余下便是大钱稀世极品血盐，价值胜黄金。血盐？少爷，您是在说胡话吗？举国官盐、商行私盐都是泛黄粗盐，纵使上等贡盐也带涩味，从没见过什么血盐。别愣着了，把那边的木炭灰给我弄一点过来，再去捡些河沙，找一块干净的布。少爷，我今天就给你变个戏法，教教这大钱王朝的权贵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点石成金。第1步，木炭吸附杂质；第2步，河沙物理过滤；第3步，静置结晶。今晚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从毒药里炼出银子。大牛，把刚才融化的盐田端过来，慢点，别把底下的泥沙搅浑了。少爷，这水又黄又黑，闻着还有股怪味儿，这真能变成您说的那个什么血盐？这黑黄的颜色是泥沙和矿物杂质，那股苦涩的怪味是里面的氯化镁。木炭内部有无数微小的孔洞，能吸附颜色和异味；细沙能拦截大颗粒的杂质，这叫物理过滤。清了，少爷，这毒水竟然变清了！你莫不是被城隍爷附体，学会了仙法吧？什么仙法？这是科学。记住，这天下所有的神秘不过是因为无知。水清只是开端，水中蒸溶有杂质，待水分蒸发，氯化钠泾盐便重新结晶。成了，大牛，尝尝。我不怕死，我怕拉肚子拉的肠子都断了。这可是毒矿石熬出来的，虽然比不上工业级的精盐，但去除了致命的镁原子和重金属，没有了一点苦涩味，只剩下最纯粹的咸鲜。在大钱王朝，这绝对是降维打击级别的调料。这如何？咸的，少爷纯正的甜味，一点都苦，一点都不涩，比珍馐阁后厨那青盐还要好吃1万倍。少爷，咱们财了，咱们真的发财了啊！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跟着我，不许随便下跪。走，天亮了。少爷带你去市集上，把这包盐变成咱们的第1桶金。2位客官，您的阳春面来了，骨头熬的高汤，多放了葱花，您慢用。这云州城的百姓平日里吃的便是这等滋味吗？小姐，您金枝玉叶，吃不惯这市井操食是正常的。这汤虽是骨头熬的，但加的盐乃是一般的粗盐。大前朝的盐铁皆被官府和几大盐和会把持，即便是提成过的上等粗盐，也难免带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苦涩味。普通百姓能吃上咸味已是不易，哪管了苦不苦？哪怕是云州城第1大酒楼珍馐阁，昨晚那桌号称价值100两的席面，菜品里也依然透着一丝盐卤的苦味，盖住了食材原本的鲜美。看来想要改善民生，盐政与制盐之法，始终是我大钱的一道难关。这位小姐此言差矣，去除苦味有何难哉？难的不是制盐，而是世人固步自封的眼界罢了。什么人，竟敢在此大放厥言？退后！这位公子，听你这口气，
莫非你懂得如何去除盐中的苦涩之味？不仅能去除苦味，我还能让这碗难以下咽的阳春面变成你这辈子都没尝过的绝景美味。小姐若是不信，可敢让我一试？放肆！我家小姐何等身份，岂能吃你这来历不明的东西？万一有毒怎么办？身份，在这市井街头只有食客与美食，一碗面而已。若我这调料真有毒，你当场斩了我便是。小姐连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胆量都有，难道连尝一口新奇事物的魄力都没有吗？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公子！赵川，退下。我倒要看看你这布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稀世珍宝。这是何物？怎如此洁白细腻，竟如冬日初雪一般？不可能，世间怎会有如此纯净的盐？即便是皇宫大内专供的青盐，也绝无这般色泽。物华天宝，不过是去无存精。小姐，请品鉴。天哪，这才是盐，纯粹鲜，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杂味。这碗面竟比昨夜珍馐阁的至尊海味汤还要好喝100倍。那是当然，我家少爷亲手弄出来的东西，能差得了吗？这位公子，此等神物究竟是何方高人炼制？你手里这包雪盐卖吗？相逢即是缘，这包雪盐天下仅此一份。既然小姐识货，我便忍痛割爱，一口价100两白银。100两，就这么一小包，你这是明抢！市面上的粗盐一斤不过10几文钱，你竟敢狮子大开口！市面上的粗盐能吃吗？能跟这没有杂质的雪盐比吗？小姐是个明白人，应该知道，这包盐若是献给达官贵人，别说100两，就是1000两也有人抢着要。100两买的不是盐，是开启大钱餐饮新纪元的钥匙。赵川，不得无礼，给钱！小子，算你走运！钱货两清，小姐合作愉快。公子大才，今日这雪盐令我大开眼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日后若有机会，清雪定当登门拜访。我林轩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无名之辈罢了，若有缘，这云州城的商海里自会再见。赵川，只要这个林仙的所有底细，能炼制出此等神物的人，绝不可能是中之入。少爷，咱们有钱了，100两啊，够咱们买个大院子，舒舒服服好几年了。买院子？大牛，你的格局太小了，这100两只是我们的启动资金。林家不靠着珍馐阁称霸云州城的餐饮界吗？走，咱们去买些黄豆、海带干和蘑菇，我要在他们店支个摊子，用3文钱碗的面条，他们知道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去，别乱翻，那是发霉切下来的海带根和不要的干蘑菇滴，苦涩得很，连叫花子都嫌硌牙。你们要是没钱买正经海货，赶紧当我做生意。少爷，咱们手里可有100两银子呢，您就算是想做吃食买卖，咱们也能去买上好的排骨和老母鸡啊，买这些没人要的废料干啥？排骨、老母鸡，大牛，那些东西成本太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我要做的是让城最穷的脚夫花3文钱就能喝到比老母鸡高汤鲜上100倍的绝顶美味。老板，这些废料加上那边那2袋子干黄豆，我全包了，多少钱？全包。公子您要是全拿走，随便给个50文钱就行。这破烂玩意儿，我正愁没地方扔呢。走，回咱们新租的院子。大钱的餐饮界，今天该变天了。少爷，海带跟蘑菇底配黄豆熬了30抻，一锅黑乎的，闻着倒是有一股子怪怪的鲜味儿，但这能卖给谁吃啊？大牛，这锅原汤没法直接售卖，需萃取提纯，海带白霜、蘑菇根3底和食盐拿粒子结合，便能生成极致鲜美的骨乳酸钠结丁，这是我的独门法子。骨什么钠？少爷，您这话比咱们学堂老先生念的四书古经还要难懂。听不懂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它的俗名味精。只要有了它，哪怕是一锅白开水，也能瞬间变成山珍海味。我亲娘嘞，这味道简直比过年10顿大棒骨还要香啊！这真的是那些破海带根熬出来的？这只是初级版本，纯度还不够，但用来珍馥阁那些拿烂菜叶子当宝的蠢货，已经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走，出摊儿！哎呦，王老板，快请进，快请进！今日咱们珍馐阁重新推出了至尊海味汤，用30只老母鸡上等参鲍鱼足足雕了3天3夜的高汤，您可得好好品鉴品鉴。林大少亲自推荐，王某自然要捧场。听说前2日这汤出了点岔子，王老板哪里的话，那是家里出了个手脚不干净的逆子，已经被我爹逐出家门了。现在的珍馐阁绝对干干净净，走过路过不要路过。林氏绝顶阳春面，天下第一鲜，不要10两，不要1两，只要3文钱。3文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包你吃了1碗享晚。我倒是谁喧哗，原来是被赶出门的丧家犬。怎么？我赏你的毒手舍不得吞，反倒在这摆摊卖清水面？街道归衙门管，林大少未免管得太宽。你卖10两高汤，我卖3文清汤，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干涉。哈哈，诸位快看，这便是林家前2少爷，一锅清水煮面，半点油花的无也好意思天下第一鲜，怕不是饿疯了做白日梦，这破面扔给野狗都嫌差。这位小哥，我干了一上午的活，实在饿得我吃不起。你这面真只要3文钱？去，哪里来的穷酸臭虫？林轩，你就只配伺候这种下等人。林腾，嘴巴放干净点，没有这些在底层流汗的百姓，你穿得起锦罗绸缎，吃的山珍海味。大牛，把客人扶到座上。这穷小子在珍馐阁对面摆摊，能卖出什么名堂？
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好鲜啊！这怎么可能？你往里面放了什么妖药？大爷趁热吃，尝尝我这3文钱的白水面，比起兑10两银子至尊汤究竟如何？好吃，太好吃了！我老李活了50多岁，哪怕是过年吃的那顿红烧肉都没有这碗汤鲜啊！小老板，给我来1碗，不，给我来3大碗！我也要，我出5文钱。林大少，你方才说这面狗都不吃，依我看，你10两1张的高汤也不过如此。退钱，我要吃这碗面。林轩，你用邪术蛊惑众人，来人！速回禀报老爷，这小子有诡异秘方。大牛，动作快点，告诉后面排队的客官，今天的味精有限，只卖500碗。林腾，这就受不了了，别急，这商业降维大基的第一课，少爷我才刚刚开始教呢。爹，您是没看见白天那阵仗，咱们珍馐阁门可罗雀那些穷鬼脚夫，甚至连平时总在咱们这儿摆阔的几个大商户，全跑去吃林轩那3文钱1碗的破面了。咱们后厨精心熬制的几10盅至尊海味汤全馊了，一天下来，咱们连柴火钱都没赚回来。慌什么？没用的东西！我问你，你看清楚他往锅里加的是什么吗？白水绝不可能熬出绝景的鲜味，他必定是手里握什么极其寒秘方。看清楚了，他手里有一个小瓷瓶，往碗里放了一丁点淡黄色粉末，就那一丁点，开水冲，香味简直能把人的魂儿给勾走。爹，那小鬼是被咱扫地草门的废物，他哪来的这种神物？那是他那死鬼亲娘留给他的绝密配方。不管他从哪儿弄来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一个连饭都吃的流民，拿着这种能生金蛋的秘方，简直是暴殄天物。这秘方如果落在了咱们珍馐阁手里，不出半年，整个大前王朝的餐饮界都将以咱们林家为尊，甚至咱们还能拿着这秘方去巴结京城的达官显贵。爹，您的意思是抢？可是那小子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摆摊，晚上有那个叫大牛的蛮人守着。蠢货，谁让你明抢了？他林轩一个净身出户的穷馆，能租得起什么好院子？那城西的破落户区，连个巡街的衙役都没有。今晚你挑几个身手好的护院，悄悄潜进去，只要把那能提鲜的药粉偷回来，再看看他院子里留下了什么制药的痕迹，这秘方不就是咱们黎家了吗？爹高明，只要断了他的秘方，他明天就得和西北风。儿子，这就去办。750文，800文，少爷，咱们今天一天光卖面赚了将近1两银子啊！这要是天天这么卖，咱们下个月就能去城东盘个大铺面了。盘什么面？大牛，你太低估咱们那位好父亲和好大哥的贪婪了。今天咱们在真河门口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断了他们的财路，你以为他们今晚睡得着觉吗？少爷，您的意思是他们要来抢钱？我这就去把门用石头死死顶住，谁敢进来，我打断他的狗腿！抢钱？他们眼皮子还没这么浅，他们要抢的是咱们发财的秘方。大牛，把咱们贵重的东西都搬进里屋，院子门别上死锁，留条缝。既然他们想偷，少爷我就大大方方的送给他们一份大礼。少爷，这不是咱们避春雪岩的时候过滤下来的废水吗？又苦又涩的，您留着它干啥呀？还不倒了？倒了多可惜。大牛，记住这缸里的东西，这就是一缸足以录大钱史册的绝世超级强效泻药，只要喝下去1小勺，保证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的一泻千里，欲仙欲死。这可是我为珍馐阁精心准备的镇店之宝。少爷，您是算准了他们会来偷这玩意儿？贪婪会让人失去理智。林腾根本不懂什么是提准，他只要看到这缸废液和旁边的海带，就会以为这是咱们熬制高汤的原液。今晚睡个好觉，明天咱们去真仙阁看戏。快，就是这个，闻闻这海带的腥味儿。白天林轩就是用海带熬的汤，这缸里肯定是提炼出来的浓缩汤汁。你们几个手脚麻利点，连缸和菜渣一滴不剩的全给我抬回去。林轩啊，林轩，你费尽心机，到头来还不是给我做了嫁衣？诸位老板，昨日我珍馐阁出了点小插曲，让各位见笑了。为了赔罪，老夫今日拿出我林家祖传祖传100年，耗费无数珍稀海味熬制而成的极品海味至尊浓汤。这汤底图秘方，今日请诸位品鉴。只要喝过这汤，世界佳肴皆如嚼蜡。林老爷，话别说的太满啊！昨天那个小兄弟的1碗3文钱白水面，那味道可是绝了。你这至尊浓汤能比得过他？王老板放心，昨天那小子不过是偷学了我们林家配方的一点皮毛，今天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味。来人，上汤。这味道怎么没有昨天那股股浓烈的鲜香味？反而透着一股子难以形容的苦涩腥味儿。王老板不懂了吧？这叫良药苦口。这汤里加入了极品深海药材，出场苦，但入之后鲜味才会慢慢回甘，不仅美味，更能强健体，延年益寿。各位，林老爷这汤果然是与众不怖。哎呦，我的肚子！这汤里有毒！茅房，快带我去茅房！哎呦，不行了，我也憋不住了！林万三，你给我喝了什么穿肠毒药？茅房在哪儿？让开，都给我让开！憋不住了，真的憋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腾儿，你到底往汤里放了什么？爹，我没有啊，我就是把昨晚从林轩那里偷来汤全倒进锅里了。那小子就是用这个赚大钱的。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你偷的根本不是秘方，咱们中计了！哎呦，我的老命啊！茅房，快扶我去茅房！大牛，看见了吗？这就是不劳而获的下场，连化学基础都没打好，就敢随便偷别人的实验费往锅里倒，真以为科学是那么好糊弄的？少爷，您这招太绝了！这下珍馐阁的100年招牌算是彻底泡在这堆臭气里，再也洗不净了。这只是收回一点利息，林家毁了，但云州城的餐饮市场还空着。
走，去集市。今天咱们不用摆面摊了，咱们去谈一笔真正的大生意。林万三，你这真修阁草菅人命，在彩礼下要谋害我们！我王某人明天联合和商会封杀你林家所有产业，我要让你林家在云州城彻底身败，绝不罢休！完了，全完了！林万三，你个老匹夫，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昨天那锅毒汤害得老子拉的半条命都没了，今天你要是不赔偿我商行的损失，我砸了这块百年招牌！亏钱，赔偿金加上医药费至少5000两，否则咱们云州商会立刻上报官府，让你们林家所有人去吃牢饭！爹。完了，全完了！账房刚才核算过了，如果要赔偿外面那些损失，再加上这些日子欠下的货款，咱们就算是把这些个卖了也凑不起啊！都怪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孽障！你去偷什么不好，非要求那害人的毒水，林家百年也毁于一旦。爹，咱们还有救！林轩，那个在手里不仅握着提鲜的秘方，还有提纯血颜的绝技，我听说他一天就赚了上百两银子，他现在可是云州州城最炙手可热的财神爷！你忘了，咱们已经逼签了断亲书，他现在连声爹都不肯叫我，怎么可能拿钱来救咱们？断亲书算什么？大前王朝以孝治天下，血浓于水，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爹，您可是他的亲师父亲，咱们去请三叔公和全族的长老去他的新坛子前闹，咱们就在全城百姓面前告他忤逆不孝，发了财，眼睁睁站着亲爹饿死。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要给他扣上不孝的帽子，他在云州城就寸步难行。为了保住名声，他就算再不情愿，也得乖乖把秘方和银子交出来替咱们还。走，去请三叔公。少爷，咱们工坊一开，一天能产几十斤味精，再加上提纯的血盐，全城的酒楼饭馆都排着队咱们供货呢，咱们要发大财了。这才哪儿到哪儿，手工提纯效率太低。等这批货交了，咱们还得扩大产能。真正赚大钱的，不是让酒楼买咱们的调料，而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家家户的灶台上都摆着咱们林氏的盐和味精。轩儿啊，我的儿啊，你如今飞黄腾达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可知道你亲爹我现被债主逼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怎能如此狠心呢？逆子林轩，还不快快跪下！你父亲含辛茹苦将你养大，如今家族有难，你不仅不倾囊相助，反而在此独自享乐。你这等行径简直是猪狗不如，枉披了一张人皮。大家快来看看啊，这就是那个卖血盐的林轩，亲爹都快被逼死了，他竟然无动于衷。这种连亲生父亲都不认的白眼狼，他卖的东西你们敢吃吗？这林老板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也是亲爹啊，怎么能见死不救？是你们先诬陷少爷，逼少爷签了断亲书，把我们赶出来的。现在看少爷赚钱了，又跑来装可怜。少爷，我把他们打出去。大牛，别冲动。既然他们喜欢算账，那咱们今天就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算清楚。林万三，你一口一个含辛茹苦将我养大，从我记事到被你扫地出门，满打满算待了15年。这15年里，我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我每天的伙食是珍馐阁客人们吃剩下的残羹淡饭。按照云州城的物价，一天2顿剩饭，连3文钱都不止。一年365，不过1两银子。15年算上几件破烂衣裳的布钱，满打满算50两白银。林老爷，这50两就是你对我所谓的养育之恩，我算的可对？你胡说八道！我林家什么时候亏待过你？我是你亲爹，这恩情是区区50两银子能算清楚的吗？孽障！简直是大逆不道！自古以来哪有儿子跟老子算账的道理？你这是要遭天谴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来算算你欠我的债。这上面清楚的记载着15年前我生母下嫁于你，带来的嫁妆是整8000两白银，外加良田。你当初不过是个穷困潦的穷秀才，是拿着我娘的嫁妆才盘下了真兴阁的店面。原来如此，霸占了我娘的8000两嫁妆，转头就将我丢在柴房里自生自灭。为了保全你的嫡长子，你毫不犹豫地把投毒的脏水泼到我身上，逼我签下断亲书。林万三，现在你破产了，居然还有脸带着族长来跟我要钱，你血口喷人！那嫁妆进了林家就是林家的钱，你现在也是林家的种，林家有难，你就有义务拿钱出来。林家的种，好啊，大牛，上道具。这麻袋里是整整50两铜板。林万三，睁大的眼睛看清楚，这是你15年来施舍给我的每一口剩饭，每一件破衣的钱。今天我连本带利，当着全城百姓的面，一文不少的还给你。这50两买断你那点微不足道的血缘，至于我娘那8000两嫁妆，就当是给你们林家这群吸血虫买棺材的本钱。从今往后，我林轩与你们这帮畜生不如的东西再无瓜葛。拿上你们的铜板，滚出我的地盘！林老板做得对，这种亲戚就该用铜板砸他们脸。滚出去，骗子家族，滚出云州城！好一个林轩，面对这等难缠的市井泼妇与道德压迫，竟能如此条理分明。赵川，这个人才我势在必得，你安排一下，我要见他。小姐，林轩虽然打发了林家，但他今天这个般高调，只怕是触怒了云州城另一个庞然大物。林公子，好大的威风啊！林家的事我们管不着，但你这几日在城里大肆售卖血盐，可是动了我们云州盐商行会的命脉。云州大大小小的盐井都在钱董长手里，我不过是提存了一点废盐，赚点辛苦钱，怎么就动了您的命脉了？明人不说暗话，你那血盐纯净无瑕，把我们行会的粗盐抻得像猪食一样。我今天来只给你2条路：第一，把你血盐的秘方乖乖交出来，我算你入行会，给你一口饭吃；第二又如何？第二，从明天起，云州城方圆100里之内，没有任何一个盐矿和商贩敢卖给你1两粗盐，这工坊就等着关门大吉吧。少爷，这老东西要是真断了咱们的矿盐，咱们的工坊可就停赚了啊！断我的粗盐？钱会长，你以为垄断了这几口破盐井，就能卡住我林轩的脖子？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们那些苦涩有毒的矿岩，我也不打算用。既然你想玩封锁，那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大牛，收拾东西。少爷，咱们去哪儿？去东海之滨，我要在那儿建立大前王朝第一座盐业帝国。少爷，咱们已经在海风里走了2天了。大牛，你看到了，但在我眼里，这片平坦的滩涂、猛烈的海风和充足的日照，就是一台能够日夜不停运转的印钞机。这木柴越来越贵了，熬上3天3夜，烧掉几百斤柴火，才能熬出这么2把苦得发涩的粗盐。都怪云州城的那些黑心盐商，他们垄断了收盐的渠道，把价钱压得极低，卖出去却是天价。用柴火熬煮海水，不仅效率极低，成本高昂，而且火候无法精确控制，杂质全留在了盐里。这位公子，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人家，从今天起，你们不用再烧火煮盐了，我雇佣你们，还有你们全村的人。公子，您要雇我们干啥？我们除了打鱼和煮盐，什么都不会啊！不需要精细活，我要你们做的就是在这片滩涂上挖坑、修渠、筑坝，每天的工钱50文，外加管3顿饱饭。50文，还管3顿白面馒头？公子，您不是在拿咱们寻开心吧？大牛，现在就给报名的乡亲发3天的预付工钱。活菩萨，公子您真是活菩萨下凡啊！咱们清河村几百口人，这条命以后就卖给公子了。您指哪儿，咱们就挖哪儿。少爷，按照您的图纸，沟渠和一个个方格子坑都已经挖好了。可是咱们不架锅，也不买木炭，把海水引进这些方坑里，它怎么变成盐啊？大牛，这叫盐田。那边的几个大坑叫蒸发池，这边的几个浅坑叫结晶池。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燃料，猛烈的海风和毒辣的太阳会替我们完成蒸发水分的工作，这就叫做滩涂晒盐法。东家，咱们把海水引进来，就这么晾着，这能行吗？这海风吹，太阳晒的，这水不得好几天才能干啊！当盐水的浓度高到能让莲子浮起时，就可以将它引入最后的结晶池。到那时，只需要一阵风，一个见阳天，这水里就会结出漫山遍野的白色黄金。东家说能成，就一定能成。乡亲们，干活，把东边的海水引进来。少爷，少爷，出来了，盐，全是盐，不苦，一点都不苦，咸的，是极品精盐啊！老天爷啊，咱们清河村晒出神仙盐了！老郑头，估算一下，这片结晶池今天能产多少盐？东家，咱们这50亩盐田就这一波，至少能出3万斤，3万斤啊！咱们以前整个村子熬1年也熬不出这么多啊！3万斤，少爷。咱们发了，咱们的成本只有人工的饭钱和几10文工钱，连一根柴火的钱都没花，这简直是无本万利啊！2文钱，我要这大钱的穷苦百姓用买半个黑面窝头的钱就能吃上最顶级的雪盐，我要让云州盐商行会手里囤积的那些毒矿盐全都变成1文不值的垃圾。那个叫林轩的小子，这几天连个人影都没了。我早就说过，断了他的粗盐供应，他那个破提村作坊就得关门大刑。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敢在云州城跟我钱某人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钱会长英明，咱们行会掌控着所有的盐矿，那小子就是个跳梁小丑。只要咱们不松口，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变不出盐来。会长，不好了，天塌了，出大事了！老张的成何体统？什么天塌了？就算天塌下来，也有咱们行会的金山银头顶着。会长，顶不住啊！今早云州各处集市突然来了几10车纯白无杂的上等精盐。林轩那种提纯的雪盐，他哪里来的粗盐原料？还有。他卖多少钱一斤？2文钱一斤，而且敞开供应，全城争相抢购精盐。行会百家盐铺一上午颗粒未售，囤积数10万斤劣矿盐，彻底滞销。2文钱？他疯了吗？他这是要掀了整个大钱的桌子啊！快备马，我要去见郡主大人。大家排好队，不要挤。林氏雪盐2文钱一斤，敞开供应，不管你是买1斤还是买100斤，绝不涨价。青天大老爷啊！我活了40岁，从来没吃过这么干净的盐。以前那种发苦发黑的毒盐都要50文，今天这2文钱的雪盐简直就是白送啊！林老板真是活菩萨！呸！云州盐商协会那帮吸血样，这么多不求老，就算是饿死也绝不买他们一。让开，都给我滚开！官府办案，闲杂人等一律退避，违者以妨碍公务罪论处，当场杖毙。吴大人，您快看看，这小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调卖私盐，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呀！
大胆林轩，大前律法规定，盐只能由官府以持证盐商专营，你无盐引无官文，竟敢私制盐谋利！来人，拿下这私盐贩子！私盐赃款尽数查封充公！你们凭什么抓人？我家少爷卖的是好盐，是让老百姓吃得起的便宜盐。你们不去抓那些卖毒盐的黑心心商，反倒来抓我们！吴大人前会长，你们威风不小，动手前不妨先熟读大前律法，免得当众贻笑无方。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贩卖私盐，按律当斩，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大前律法卷3第7条，私挖盐井、私法矿盐者论死罪。吴大人，敢问我这林氏雪盐取自哪口盐井、哪座盐矿？不管来源如何，无盐引便属私盐。我也只对渔民善银盐征税。吴大人身为村渔令，偏袒盐商，歪曲律法和善用私刑，就不怕朝廷追责丢官？即便不判死罪，你也是扰乱市面。行会每年删缴数十万盐税，以低价售卖精盐，断我们生计，损朝廷草原。吴大人不必多言，先将他关入大狱，用刑逼出密方。花言巧语，本官既视律法，拿下！敢反抗者，格杀勿论！我跟你们拼了！大胆狂徒！我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汗毛！反了！竟敢当众袭警！弓箭手准备，把他们给我射成刺猬！我看谁敢放箭！贵人来的正好，小人是云州盐商会长钱百万，这林轩私售私盐，还指使人手打枪官差，恳请你为我与吴大人做主。下官云州知县叩见贵人，此刁民恶行昭著，还望贵人明断。要本宫做主，今日我便为云州数十百姓围攻断案。大前长公主，御赐巡安御史安康郡主驾到，御赐金牌等同圣驾，尔等速下跪接旨。下官不知郡主千岁驾到，罪该万死啊！吴大人，你刚才说这造福百姓纯净无瑕的雪盐是私盐，是死罪。下官一时糊涂，被奸商钱百万蒙蔽，还望郡主明察。你分明贪财祸心！钱百万，你行贿勾结官府售毒劣盐，年年瞒税数百万两，如今竟借官势强夺制盐秘方。郡主饶命，小人知错，愿补足全部盐税，求郡主开恩。晚了，赵川。革无限令官职，押金交刑部，查封盐钢会全部产业，钱百万等人下死牢，秋后处斩，家产尽数充公。几日未见，你的雪盐竟如此之多盐至纯，足以改变大钱命运。郡主过奖，若无君主庇护，我今日难逃一死。林轩，本宫直说了，朝廷要你晒盐法，特许你供军用盐，江南6省盐路全开，做红顶盐商，利润与国库对半，如何？谢郡主。除雪盐外，我另有一物，搭配可强健将士，垄断天下餐饮。你是说？那天你夹在面里的那种提仙神药，此物叫味精，提仙绝佳，随军食用提振士气。我愿连同晒盐法献给军需，只求郡主恩典。你说，只要不违背大前律法，本宫无不应允。草民要垄断云州城所有的酒楼餐饮，那些曾经陷害我、将我扫地出门的，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盐和味精掌控全城饮食命脉，野心可嘉，本宫准奏。赵川，命全城商界全力配合，本宫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暴。遵命。算是这样。这地契和房契正好丢值10几家商户的汤药费和货款。从今天起，咱们俩清了，你带着你这个宝贝儿子，赶紧滚蛋吧！百年基业呀，我林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百年基业，竟然就这么毁在了我手里！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手里还有最后一点盘缠，可以招兵买马，迟早有一天找林轩那个小哭声报仇。报仇？就凭你？哎呦，林老板，您怎么亲自来了？您交代的事情咱们已经办妥了，这是珍馐阁的房契和地契，您过目。辛苦了。王胖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珍馐阁是我们抵押给商会的，你怎么转手给了他？很难理解吗？商会要的是现银，而我最不缺的就是现，我出双倍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皮。从现在这一刻起，这座酒楼归我了。你买下珍馐阁就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笑话？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有郡主撑腰，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林万三，你们太高看自己了。我买下这里，在我的商业版图里，你们连当绊脚石的资格都没有。刘将军，清场。没听见林公子的话吗？这地方现在姓林，但不是你们那个林。带着你们的破烂，赶紧滚出云州城！砸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牛，你认为大前朝为什么达官贵人吃炖肉蒸菜，老百姓吃水煮菜？今天我要在这珍馐阁里发起一场真正颠覆舌尖的厨房革命。少爷，咱们接下来卖什么呀？这么大的酒楼，光卖3文钱一碗的面，连人工费都赚不回来啊！而且厨房里那些祖传的炖锅蒸笼全被林腾砸坏了。少爷，这黄豆竟能榨油，以往只吃猪油，这猪油能好吃吗？猪油提香，但产量容易腻。大前铁器多用于兵器后锅，薄铁锅配植物油，方能做出爆炒佳肴。把火门拉开，把火烧到最旺。少爷小心，起火了！大牛，看好了，这叫颠勺。在极端的高温下，肉类中的氨基酸和糖松会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在科学上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就是香气的终极密码。这是肉，
少爷就这么在火里过了一下，它能熟吗？尝尝。我的亲娘啊，这太好吃了，又香又脆又嫩。少爷，那什么美德反应简直是神仙法术啊！富商？不，我的目标不只是富商。大牛，把招牌打出去，1楼大堂全部换成长条桌，推出快餐炒菜模式，5文钱1份素炒。我要让云州城哪怕是个拉车的苦力也能吃上这神仙美味。至于2楼的雅间，100两银子起步。100两，少爷，那咱们不得赚翻了？起锅！我的老天爷，他们在干什么？10文钱1份肉菜，米饭管够。兄弟们，咱们今天中午不吃炒面饼了，吃临时炒菜去。这肉又香又嫩，我活了40年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老子明天还来，我先来的。这雅间100两我包了，何必争呢200两？二位若是喜欢，以后每天预留1间便是。林氏大食堂有的是雅间。彻底输了，这根本就不是凡人能做出的东西，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餐饮与调料的绝对垄断，在这一刻正式达成。少爷，出大事了！这雪连半个月，外面粮价1天1个价。今天早上，云州粮行会贴出告示，最下等的陈年糙麦竟然涨到了500文1斗，上等的精细白面更是卖到了2两银子1斗。这哪里是买粮，这分明是在喝人血啊！看来云州城的粮行会是想趁着这场天灾，把全城百姓的骨髓都榨精。咱们食堂的存粮还有多少？少爷，咱们这几个月生意太好，每天接待上万食客，精米白面消耗极大，加上这场大雪封山，外面的运粮车根本进不来。您之前非要低价大量收购那些黑麦麸皮粗粉，那玩意儿都堆满了好几个仓库，可那粗粉又黑又硬，像石头一样刺嗓子，连军营里的战马都不爱吃，拿来有啥用啊？林老板，生意兴隆啊！这大雪天的，全城只有你这食堂还冒着热气，真是让周某人羡慕的紧呐！林轩，你也有今天，你的林氏大食堂炒菜再香有什么用？今天要是没有周会长的粮，你食堂就得关门大警。周会长不在家数银子，跑到我这小店来，有何贵干？难不成是来施粥赈灾的？施粥？林老板说笑了，这大雪封路，粮食就是命。我听说你林氏大食堂粮快见底了，周某人今天来是想拉兄弟一把。我库房里还有3万上好的精细白面，可以优先特供你林氏。你会这么好心？多少钱1斗？看在同行的面子上，3两银子1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这买粮的钱我不收现银，我要你林氏3成的干股。只要你签了这份契约，整个冬天的粮食周某人包了。你3成干股换你条索路，这可是周会长天大的恩赐。你要是不答应，整云州城没有任何敢卖给你1粒米。识相的就乖乖签字，否则3两银子1斗，还要我3成干股。周老板，你的漏口比外面的暴雪还要大啊！你以为你垄断了精米？年轻人，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有我周某人点头，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填饱你手下的工人和全城食客的肚子。规矩，在科学面前，你的垄断连个屁都不是。大牛，送客，顺便在门口挂个牌子，从明日起，林氏大食堂无限量供应主食，价格只要1文钱。1文钱？你疯了！外面的粗粮卖到500文了，你拿什么供应？那种硬的能磕掉人大牙的死面，你就算白送，老百姓都咽不下去。我林轩卖什么，轮不到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来操心。滚！大牛，把他们轰出去。听见没？我家少爷让你们滚，再不走，老子把你们打成面团！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林轩，我倒要看看明天你拿什么填满那些恶鬼的肚子。等你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就是跪下来求我，我也要你林氏9成的家产。咱们走。少爷，您刚才骂的是痛快了，可是咱们明天拿什么卖啊？难道真要煮那些黑麦粗粉吗？那种粉吃进肚子里都不消化呀！大牛，你以为我前段时间花低价把黑粗粉全包圆了，是闲得发香吗？那做粉难以下咽，是因为加工方法不对，他们只会加水和面，做成死面。大牛，这是我用果皮、粗糖和温水，在适宜的温度下培养了整整半个月的神奇生物。生物？少爷，这水里有虫子，这可不能给人吃啊！不是虫子，是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命，这叫酵母菌，在没有空气和温暖的环境下，会不断的繁衍成长。当它们吃到糖分后，会吐出一种叫做2氧化碳的气体。如果把这种液体揉进面团里，放置在温暖的地方，这些微小的生命就会在面团内部疯狂呼吸，它们吐出的气体会把面团内部撑出无数个小孔。到那个时候，原本坚硬如铁的死面粗粉就会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时间差不多了，大牛，掀开 布看看。妈呀，活了！这面团真的活了，它长大了。这就是生物科技的魔力。大牛，别愣着了，把这些面团揉成长条，切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面团，上大蒸笼，烧猛火。撤火，开笼。尝尝看，这叫发酵大馒头。少爷，这简直比我过年吃的白面饼子还要软，还要香啊！大牛，你刚才吃下去的这半个馒头，成本不到1文钱，而它提供的热量和饱腹感，足以让一个流民在暴雪中撑过一整天。周老板以为垄断了精米白面就能掌控大钱的命脉，明天一早，我要让这种发面大馒头堆满整条街记，我要让全城的百姓用最低廉的价格吃上最饱腹的食物，我要用这几万重垃圾粗粉，彻底砸碎云州粮行虾会的饭碗。各位乡亲，
大雪封山，外面粮食进不来。我周某日宅心仁厚，特意开仓放粮，白面5两银子1斗，糙买1两银子1斗，概不赊账。周大善人，求求您发慈悲吧！这簪子是我家传的，求您换半碗糙米，救救我孙女的命吧！1两银子1斗，咱们家就是卖些也凑不够啊！这雪下的好，粮价还能再涨3成。去！一个破簪子就想换粮，你当这是善堂啊？没钱就去城外挖书皮，别妨碍周老板大生意。哼，昨天林轩不是很狂吗？不是拿扫把赶我吗？我倒要看看今天他拿什么做生意。等他的工人都饿得跑光了，我再去把他的酒楼地契贱价收过来。林氏大食堂今日正常开业，大牛，开龙。那是何物？看着像是白面饽饽，可怎么这么大，这么暄软？各位乡亲听好了，这叫林氏发面大馒头，松软香甜，饱腹扛饿。这大馒头只要1文钱。好戏开场。1文钱，这么大的饽饽只要1文钱，我要10个，给我10个，我出2文钱，先给我2个，我孩子饿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市面上1斤粗粮都要几百文，卖1文钱，他哪里来的这么多粮食？大家别上当，那绝对是假粮食，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林轩是个骗子啊！老人家，馒头烫，慢点吃，先尝后买。活神仙，林老板是活神仙呐！这馒头不拉嗓子，吃到肚子里暖烘烘的，比粥的白面好吃1万倍！乡亲们啦，这是救命限量！林轩，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你卖1文钱，你这是在恶意压价，你破坏了咱们云州粮行协会的规矩。规矩，我说过了，在科学面前，你的规矩一文不值。周老板，你昨天不是问我拿什么填饱这些人肚子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黑麦粗粉？这不可能！粗粉做出来的面团硬如磐石，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大、这么软？我利用酵母发酵技术，改变了粗粮的物理结构，让原本难以下掺的废料变成了足以让人瞬间吃饱的松软主食。我手里囤积的这种粗粮足足有5万担，哪怕这场大雪再下3个月，我林氏的馒头也能以1文钱的价格无限量供应全城。你不是说他要破产了吗？你不是说他没有粮食了吗？5万担粗粮，我囤粮的本钱是世界的高卢地呀！这下全完了，全完了啦！生露出发酵，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周老板，带着你的高价粮回去等死吧！从今天起，云州城的粮价我林轩说了算。林公子，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给本宫带来惊喜。这等化腐为神奇，让粗粮变软的技艺，不仅活人无数，更是稳固军心。本宫刚才听闻你卖1文钱1个。回郡主，草民虽是商人，但也知覆巢之下无完卵，1文钱只收回些柴火人应费，是草民为大钱百姓尽份绵薄之力。好一个为国为民的林老板！传本宫令，林氏大食堂赈灾有功，这满城的难民，本宫出资10万两白银，全部向林老板购买馒头。免费施粥发面，即日起，林氏发馒头列为大前军队特供军粮，所有军采买一律由林氏优先供应。多谢郡主，不过馒头虽好，吃多了也未免有些单调。草民手中恰好还有一项密封防腐技术做出来的特殊菜肴，不知郡主是否有兴趣一观？哦，林公子竟然还有底牌，本宫拭目以待。林公子，外面的几万辽民现在正对你感恩戴德，你这大食堂可谓是名利双收。不过，本宫最好奇的还是你刚才口中所说的密封防煮之物。大前军队常年驻守边关，粮草转运极难，将士们平时只能啃肉干和咸菜。若你真有让菜肴长期不腐的法子，本宫向父皇为你请一尊1等功臣的牌匾。郡主，属下在军中多年，深知粮草保存之难，就算是冬天，煮熟的肉食放上3天也会发馊变质。若是到了夏天，半天就会腐烂生馀，但这阻止肉食腐腐，恐怕违背了天地万物生老的常理。赵护卫，天地常理并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而是用来被发现并利用的。大牛，把咱们1个月前封存的实验品拿给郡主过目。好嘞，郡主啊，您瞧好喽，这可是我家少爷1个月前亲手炖的一锅红烧肉配大白菜，一直放在后院的常温库房里，连冰窖都没进过。放肆！1个月前的炖肉，那岂不是早就化成一滩发臭的毒水了？快拿开，莫要让腐臭之气冲撞了郡主。赵川，退下。林公子既然敢拿出来，就说明这罐子里装的绝不是腐肉。
林公子，请开罐吧。这怎么可能？没有丝毫腐臭酸败之气，这香味儿，这分明是刚出锅的红烧肉啊！色泽红亮，白菜翠绿。郡主异常变质，此物不仅没有变质，而且肉的油脂与白菜的清香完美融合，味道比刚出锅时还要醇厚3分。神迹，林公子，这简直是足以逆转战局的神迹！我大前100万雄师，若能在冰天雪地、漫漫黄沙的边关，随时随地吃上一口新鲜的红烧肉和绿叶菜，将士们的战力必将暴涨3成。天下还有哪支军队能挡我大前的铁骑？林老板，请受赵川一拜。边关苦寒，每年不知道多少兄弟因为吃不到新鲜菜所，得了夜盲症和浑身溃烂的怪病。您这东西是救命的仙丹啊！赵护卫言重了，这并不是什么仙丹，这叫巴氏纳菌与真空密封罐头技术。在科学的世界里，食物腐败不是因为时间流逝，而是因为空气中存在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对，我家少爷说了，只要把菜装进干净的罐子里，盖上盖子留条缝，放在沸水里一直煮，把里面的细菌全部烫死，然后趁着里面全是热气，把盖子彻底用黄蜡死死封住。等冷下来之后，里面就没有空气了，外面的坏东西也进不去。这菜放上1年半载都不会坏。水煮杀其源，蜡封绝其气，好一个精妙绝伦的格物之理。林轩，你这张脑子简直抵得上10万精兵。本宫现在就做主，这林氏是罐头，大前军方全包了。你要多少银子建房，要多少人工，本宫一律大开绿灯。郡主，草民的工坊可以连夜开工，但是想要将这罐头和馒头顺利运到前线，甚至普及全军，只怕会动了某些庞然大物的命根子吧。你是个极其敏锐的商人。没错，你说的是京城的皇商陈氏商行。大前军队的粮草补给常年被陈家把持，他们卖给军方的肉干硬如石头，且常年掺杂劣质发霉的面饼，以次充好，获取暴利。陈家背后站着朝中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你若接管军需，便是他们嘴里硬生生抢下最大的一块肥肉。林老板，陈家可不是云州城周老板这种地方土富族，他们在军中朝中根深蒂固，手段极其狠辣。您若是动了军需这块蛋糕，他们定会倾尽全力在暗中将您绞杀。内阁首辅皇商陈家，郡主，您觉得在绝对的技术碾压面前，旧时代的权谋和垄断能撑得住几回合？他们卖发霉的肉干，我卖新鲜的罐头；他们卖刺嗓子的死面饼，我卖松软的发面馒头；他们用落后的牛马运输军粮，我帮大前建一套超越时代的物流网。郡主，草民不惹事，也绝不怕事。陈家若敢用权力封锁，我就用经济的妥拳把他们的基业砸个粉碎。这大前的军需霸权，我林轩拿定了。好一个绝不退缩的林轩，本宫就喜欢你这股狂傲的劲头。既然你想玩把大的，本宫就陪你掀翻这大前的烂摊子。朝堂上的明枪，本宫替你挡；商场上的暗倒，就看你林轩的这真是干本事了。少爷威武，郡主威武，管他什么陈家李家，敢来捣乱，全给他做成罐头。陈家这点手段，还翻不起风浪。周万金，你借咱们的1万两高利贷期限已到，你现在仓库里的高价白面一文不值，全砸在手里了。既然还不上钱，就按规矩办事。来人，把他周家大宅的地契拿去抵债。宽限几天，再宽限几天啊！等雪化了，我一定能翻本。林腾，你个王八蛋，快帮我求求情啊！完了，云州城的商会，在林轩面前竟然连1个回合都撑不去，就全军覆没了。那根本不是商战，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云州城的小打闹结束了，大牛，传令下去，招募5000工人，建立大前第1座现代食品加工厂，目标京城。爹，云州那边刚传来的加急快马，北境足足30万大军的春季粮草补给，兵部居然把咱们陈家的份额全部花掉了1半，全给了那个叫林轩的泥腿子。30万大军的补给啊，这得是多大的一座金山，就这么凭空飞了？慌什么？不过是借着安康郡主的事，从咱们嘴里抢走了1口肉罢了。我让你去查这个林轩的底细，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就是云州城一个开酒楼的弃子。听说搞出了什么血盐和发面馒头。爹，那发面馒头就算再软，能有咱们陈家给军队特供的硬拼饼扛饿？兵部那帮老糊涂，肯定是被郡主压着，才捏着鼻子收了那小子的破烂。哼，安康郡主虽贵为皇女，但这大前的国库和军需，终究是内阁和我们陈家说了算。听说那个林轩不知死活的跑到京城来了，还想在城南建什么加工大厂。爹您放心，他建不起来。我已经联合了京城城所有的生猪行、铁匠铺和粮商，在京城这地界，没有咱们陈家点头，他林轩连1根猪毛、1块废铁都买不到。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做军需。这只是第1步，
明日就是兵部在校场检验春季军需的日子，你带着咱们陈家最顶级的秘制风干肉去，我要你在全军将领和兵部尚书面前当众揭穿那个林轩的骗局，让他身败名裂，滚出京城。少爷，陈家那帮狗娘养的太欺负人了，咱们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集市场，那些屠户一听咱们是林氏的人，吓得连门都不敢开，铁匠铺也不卖给咱们打铁罐的薄铁皮，这可怎么办啊？明天兵部就要验货了，咱们要是拿不出东西，郡主在朝堂上可就下不来台了。大牛，你跟了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学会动脑子？谁告诉你我要用京城的猪肉和铁皮了？蒸肉会臭，但我那在云州工厂里已经80妈君密封好的熟食罐头，就算放上1年也不会坏。陈万三以为封锁了京城的菜市场就能卡住我的脖子，简直是井底之蛙啊！不用京城的，可是从云州运过来，这几百里的路程，生肉早就臭了。蒸肉会臭，但我那在云州工厂里已经80虾君密封好的熟食罐头，就算放上1年也不会坏。陈万三以为封锁了京城的菜市场就能卡住我的脖子，简直是井底之蛙。大牛，你去码头接应，今天傍晚从云州发出的10艘大型货船就会抵达京城。还有我不仅有京城达官贵人准备的另一件玻璃水果罐头，明天校场验货，少爷我要让陈家输得连底裤都不剩。时辰已到，陈家军需已至，那林氏商行的林轩为何还迟迟不到？莫非是将军需大事当儿戏不成？尚书大人明鉴，那林轩不过是个江湖骗子，靠着花言巧语蒙骗了郡主殿下。他初来京城，连半斤猪肉都买不到，拿什么来交军需？只怕此刻早就吓得卷铺盖逃回云州老家了吧？陈兆龙，本宫举荐的人，还轮不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时辰还没过，你急什么？云州林氏商行携10万份军需物资奉命交接。草民林轩，见过尚书大人，见过郡主，让诸位久等了。林轩，你既然来了，那就开始验货吧。大前将士驻守苦寒之地，军需不仅要管饱，能够长期存放，不易腐坏。陈家，你们先来。尚书大人，请看，这是我陈家耗费重金用秘法腌制风干的极品肉干干，不仅硬如铁石，绝不腐败，而且咸味十足，只需1小块就能让将士们配下2张把柄，这才是真正的军需神器。尚书大人，陈家的肉干确实不会坏，但这硬度，将士们恐怕难以咀嚼消化，而且盐分过重，吃完后极易口渴。这你懂什么？战场上能有口肉吃就不错了，难不成还要让将士们吃刚出锅的热菜不成？林轩，你不是吹牛说你的东西比我的好吗？拿出来晾晾啊，别是几车发馊的臭肉。陈兆龙，你用几百年前落后的腌制风干法，把好好的猪肉做成连狗都咬不动的石头，居然还沾沾自喜。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界，什么叫做跨越时代的科技。大牛，卸货，开棺！这是红烧肉，这怎么可能？林轩，你这是刚在城外做好的吗？刚做好的东西，在路上颠簸几个月，送到边关早就臭云山了。尚书大人，这并非刚做好的，这批红烧肉是草民1个月前在云州工厂里炖煮完毕，趁热装入铁罐，并抽干空气密封而成的。在没有打开之前，它里面的肉放上1年2年都绝不会有任何腐败，这叫真空无菌防腐技术。神技，神技呀！肉质鲜嫩，汤汁浓郁，竟与御膳房刚出锅的无二。若边关将士在冰天雪地里能吃到此等美味，何愁士气不振，何愁外敌不灭呀？骗局，这绝对是骗局！天下根本不可能有放1个月都不坏的熟肉。尚书大人，您千万别被他骗了，这吃了会死人的。陈兆龙，你的无知简直令人发指！我这铁罐之中只有盐、糖、酱油和我林氏独家味精，再无任何杂物。你若觉得肉里有假，那这罐黄桃水果罐头呢？也是1个月前在江南封存的，只要有了它，就算是3久严寒，也能随时品尝到江南盛夏的甘甜。你们陈家垄断军需数10年，给将士们吃那种硬肉干。如今林公子拿出了真正的军需神物，你反而在此血口喷人，你陈家是想造反吗？郡主息怒，尚书大人明鉴，草民只是不敢相信世上有此等奇术啊！蠢货，事实摆在眼前还敢狡辩？从今日起，革去陈家皇商军需之名，北方30万大军的春季粮草、肉食补给，全部交由林氏商行接管。陈兆龙，这就是科技的碾压。你们陈家在京城之下的那张破网，连我林氏的1辆马车都拦不住。好一个林轩，好一个安康郡主，竟然真的把30万大军的春季补给全交给了他。咱们陈家盘踞的京城数10年垄断军需的基业，竟然被一个乡野村夫用几个铁皮罐头给抢了。爹，那小子红烧肉罐头确实邪门，放了1个月不仅不坏，味道还极好。兵部那帮武将现在把他当活财神一样供着，咱们就算是想在半路劫粮，也没有机会啊！劫粮那是杀头的死罪，对付商人就要用商人的手段。他林轩的罐子再神奇，也得用铁皮打罐子，用琉璃做盖子吧。陈家主说的不错，林轩这批军需足足需要30个铁罐和玻璃罐，如此庞大的数量，光靠从云州运根本来不及，必须在京城就地取材。本官明日就会以整顿军械、严控铁矿为由，下令封锁京城及周边500里所有的铁匠府和琉璃坊。张大人高明，爹，咱们把市面上散落的废铁、琉璃碎片全部高价收购垄断。我要让林轩在京城连1块铁皮都买不到，没有罐头皮，他拿什么装肉？就是延误军纪，那是满门抄斩的重罪。林轩，你想踩着我陈家上位，老夫就用大前王朝的铁石垄断，活活闷死你！少爷，出大事了！今天一早，工部突然下达了封矿令，京城大大小小上百家铁匠铺全部关门停工，那些琉璃坊也纷纷违约，说是1两琉璃都不敢卖给咱们。还有人看到陈家正在花双倍的高价疯狂收购市面上的废铁，手工敲打那是落后的手工业，
咱们林氏既然敢叫现代加工大厂，玩的就是工业化量产。大牛，把前几天我让你带人去西山秘密挖回来那几千车红色石头和白沙子拉出来。今天，少爷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工业革命的降维打击。少爷，这是什么怪物？怎么自己在动？利用外面那条运河的团级水流带动巨大水轮，将水能转化为机械动能。大牛，你看好了。一眨眼就变出来了，少爷，这机器砸一下就顶得上10个老铁匠敲一整天呢。10个，大牛，你的格局太小了。这台水力沉压机1分钟可以沉压出50个铁矿，1天12个时辰，不间断运转，就是7万个。陈家花重金收购那些破铜烂铁，简直是笑话。我自己有矿，自己有高炉炼铁，现在还有流水线门压，30万个罐头，5天之内我就能让他们堆满整个仓库。绝了，少爷您这简直是鲁班在世啊！那玻璃罐头怎么办？工部也把烧琉璃的作坊给封了。看到那堆白色的石英砂了吗？加入栓钾和石灰石，在高温炉里融化，出来的就是纯净无瑕的透明玻璃。流水线模具浇铸，1天10万个玻璃瓶都不在话下。传令下去，全厂工人3班倒，开足马力生产。肉类加工区同步启动流水线灌装。爹，大喜啊！这3天来，咱们几乎把京城以及周边城镇的所有废铁和泥碎片全买光了，市面上一块铁皮都找不出来。那林轩的工厂大门紧闭，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肯定是急得在里面团团转呢。好，虽然砸了100多万两，掏空咱家1半现银，但能把林轩按死，这点钱半年就能从兵部那里赚回来。只要他拿不出罐头，立刻工厂打入死牢。林轩，期限已到，30万份军需罐头何在？若是交不出货，本官今日就拿你的人头去抵齐。林轩，你个泥腿罐子，别躲在里面，现在乖乖跪下来磕头认错，把发面、馒头和味精的秘方交给我陈家，本少爷还能留你一条全尸。陈万三、陈兆龙，100万两白银买一堆废铁和碎玻璃的滋味爽吗？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张大人别跟他废话，立刻冲进去查封。大牛，把咱们的军需给张大人和陈家主好好长长眼。开仓！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极品琉璃，全京城的铁匠敲10年也敲不出来啊！他是从哪里弄来的神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明明买光了所有的铁皮，他怎么可能造出30万个眼冠？陈家主，时代变了，你花费100万两白银囤积的那些垃圾，在我眼里，连扔进高炉回炉重造的资格都没有。张大人，30万军需已在此地，你不是要查验吗？现在立刻给兵部发通牒，若是误了前线将士的粮草大计，你这工部侍郎的脑袋，本公子今天就先替安康郡主砍了。将军，这鬼天气太冷了，朝廷春补给换供应商不再是陈家肉干，天寒地冻送来一堆铁器，伙夫根本没法用，兄弟们都快熬不住了。铁疙瘩，兵部竟拿前线30万将士性命当饵祭，走，随本将去看看。军需若出抛弃，我拼老命也要回京参兵部一本。将军您看，这铁皮封得死死的，连个缝都没有，将士们难不成要啃铁皮充饥吗？大将军，此乃京城林氏特制军粮，名唤红烧肉罐头。安康郡主有令，请大将军当众开罐验粮。这是刚出锅的肉香，这怎么可能？2千里路遥走1月，这肉怎会不馊反倒奇香？神物，这是真正的军需神物，有此佳肴，我大前风雪开罐，今夜30万将士吃肉。大前万岁！将军万岁！800里加急，即刻送往京城。本将亲奏陛下，林氏罐头活命无数，堪称大前镇国第1军需，奏请陛下重赏安康郡主与林氏商行。好，薛朕奏称林氏罐头不符，且朕士气，有此神物，朕的北京物若金汤。安康，你所见人才，立下不世之功。父皇过誉了，儿臣不过是顺应天时，只是林氏为军需在京场遭奸商打噎，更有人仗权封锁铁矿琉璃坊，蓄意延误军机。大胆！军需乃国之命脉，何人敢如此胆大包天，阻挠军粮筹措？启奏陛下。经查，原皇商陈家为谋私利，收购废铁，勾结工部官员封锁作坊，欲逼林氏延误军需，此等行径等同于通敌叛国，请陛下严惩。陛下饶命，臣是一时糊涂，受了那陈万三的蒙蔽呀！一时糊涂，朕看你是被金银蒙了心。传旨，将工部侍郎革职查办，交由大理寺严审。至于那皇商陈家，世夺一切皇商封号，查封其在京城所有产业，以儆效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还钱！陈家还钱！还我血汗钱！100万两啊！我陈家几代人积攒的100万两白银，全变成了这堆破铜烂铁。爹，顺天府的官兵冲进来了，说要抄墨家产充国库，咱们分文皆无，连馒头都吃不起。垄断军需，作茧自缚，李全，老夫输得心服口服。少爷，大快人心，陈家彻底倒台了。陈万三气得吐血瘫痪，陈兆龙流落街头。咱们不仅交齐军需，兵部还提前定下明年订单，预付50万两定金。如今咱们可是京城真正的财神爷。陈家的倒台是必然的，落后的手工作坊加上官商勾结的腐败，怎么可能抗衡标准化流水线的工业生产力？不过大牛，军需只是咱们站稳脚跟的基石，真正能让大钱财富源源入囊的，乃是京城民用高端。少爷，您的意思是，咱们要把这黄桃罐头推向京城的市集？京城正值冬季，权贵百辆难求鲜果，此黄桃罐头莹润多汁，还不得让他们抢破头啊？不急，先让京城的权贵们
尝个鲜。不光是黄桃罐头，咱们的极品雪盐和天然味精如今已经大规模量产。我要用这3样东西彻底接管京城顶级权贵的舌尖。你去查一下，京城目前最大最豪华的酒楼是哪一家？回少爷，是醉仙楼。醉仙楼幕后乃内阁首辅亲信，主厨皆是御膳房退下的御厨。京城里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请客设宴，只认醉仙楼的招牌。醉仙楼，御厨坐镇，很好，是时候给他们一点现代美食的震撼了。大牛，备请帖。以林氏商行与安康郡主之名，邀京城3品以上大官世家家主，明晚赴林轩所设琉璃仙境宴。少爷，咱们要在哪儿举办这琉璃仙境宴？咱们在京城还没有自己的豪华酒楼啊！无酒楼，便在工厂恒温玻璃大棚开宴。我要让他们亲睹隆冬温室之奇品旷世至味，领教何为大吉。这醉仙楼的霸主地位，明天晚上我就要亲手把它摘下来。这林老板虽然解了军需之急，但这排场也太大了些。大冷天的，不在城里的酒楼设宴，偏偏把咱们叫到这荒郊野外的加工厂来。这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和铁锈味，能有什么仙境？就是。若不是看在安康郡主的面子上，本官才懒得来这等粗鄙之地。听说今晚连醉仙楼的孙大掌柜和退下来的御厨李老都请来了，这林仙莫不是想当众关公门前耍难刀？李老，您可是伺候过先帝的天下第1名厨，这林轩不过是仗着懂点打铁造罐头的奇技毛脚，竟然敢扬言要颠覆京餐饮。今晚咱们倒要好好尝尝，他那在铁匠铺里做出来的仙境宴，是不是带着一股子机油味儿？烹饪之道讲究的是火候、刀工、百年老汤与天时地利。老夫在御膳房熬了30年才敢直称出师。一个黄口小儿靠着哗众取宠的手段也敢妄谈美食，老夫今日便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底蕴。吉时已到，有请诸位大人贵客入林氏琉璃仙境赴宴。这是什么神仙洞府？这头顶这4壁竟然全是用极品透明琉璃打造的，这得花多少银子啊？把国库掏空也建不出座吧？天哪，外面是凛冬，这里面竟然是阳春3月，这林轩难道会先反季节鲜菜？大冬天种出了黄瓜和青菜，这怎么可能？就算是用温泉水母，也母不出这么水灵的绿叶菜啊！他这根本不是酒楼，这是在逆天改命啊！诸位大人，现在还觉得林公子请你们来这里是怠慢了吗？草民别无长物，唯有这几片琉璃瓦、几条反季菜，全当是给诸位大人接风洗尘的开胃菜了。请入座。环境再好又如何？反季的蔬菜老夫在宫里也不是没见过。林老板，你既然办的是宴席，菜肴才是根本。若只是煮一锅清汤白菜，这仙境2字未免也太空洞了些。李老说的对，大牛上菜。今天的第一道菜就如李老所言，清炒白菜，名为翡翠白玉。诸位大人听听，他竟然给1、2品的大员们吃最下贱的白菜，没有百年老鸡吊高汤，没有海参鲍鱼做底子，一盘炒白菜竟然也敢端上这个台面，这是什么味道？好鲜！老夫吃了一辈子的山珍海味，从未闻过如此纯粹诱人的鲜香。这真的是白菜。李老，这盘翡翠白玉只用了2样我林氏独家的调料：极品雪盐与天然味精，请李老这位御膳房的泰斗品鉴一二。李老，怎么了？是不是这白菜里有毒？我就知道。闭嘴！没有苦味，一丝一毫矿盐的苦涩都没有。那鲜味不用慢火熬煮3天的糕，竟然能达到如此之奇迹的境地。老夫这30年的御厨真是活到了狗身上。林老板，您的这盘白菜，老夫输得心服口服，绝了，太绝了！这雪盐的纯度，这叫味精的神药。有这2样东西，就算是炒一把野草，也是天下第一等的美味啊！孙大掌柜，你呢？刚才不是说林公子连级是上最醉仙楼里能做出这等纯净无瑕的咸，与这等直升新天灵盖的鲜吗？诸位大人瞧好嘞，林氏独家绝秘珍品琉璃黄桃罐头。这是夏天才有的黄桃，而且这装桃子的琉璃竟如此透明，此乃真空密封之术。诸位大人，请用。林老板，这雪盐、这味精，还有这琉璃黄桃罐头，本官全包了。你一个侍郎敢跟老夫抢？林老板，老夫出2000两。诸位大人，雪盐、味精与罐头，我林氏会敞开供应，且绝不卖天价。我要的不是掏空诸位的腰包，我要的是从明日起，大前王朝的每一座酒楼、每一家饭馆，甚至每一户寻常百姓的灶台上，都摆上我林氏的调料瓶。我要让旧时代的粗盐和寡淡的高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前的餐饮规则，从今天起，由我林轩重新书写。诸位，昨晚那场琉璃仙境宴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听说了。那林轩放话说要彻底接管京城的餐饮。今天一早，咱们各家酒楼的老主顾全跑去他的林氏大食堂排队吃快餐了。咱们若是再坐以待毙，这100年的基业可就全毁了。孙大掌柜，我等无计可施。林轩调料邪门，连前御厨李老当场认输。咱熬了3重日的老汤，在那味精面前就像刷锅水，拿什么跟他斗啊？我等数10家酒楼包揽京城9成权贵宴请，只要咱们今天联合起来，绝不采购林轩的1粒盐1撮味精。他那大厂日产数万斤调料，滞销断银，不出1月便得活活憋死。他那工厂大食堂杂乱喧闹，权贵岂能日日与苦力几时？撑过半月，逼林轩自封不入，届时联手低价收其秘方。诸位，干了这杯酒，咱们京城餐饮联盟今日正式成立。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京城真正的老大。少爷，这帮开酒楼的真够阴险的。醉仙楼的孙老联合了京城80多家酒楼，成立了什么巨林联盟，说谁要是敢买咱们的雪盐和味精，就是跟全京城的酒楼作对。今天一上午10几个饭馆来采购，全被他们的人给堵回去了。巨林联盟，大牛，
你觉得他们这招能卡住咱们的脖子？少爷，咱们一天产出几万斤血盐和味精，如果不卖给那些大酒楼、大饭馆，光靠咱们自己用，1年也用不完啊！这仓库要是追满了，咱们的现银可就周转不开了。大牛，你和他们犯了同一个错。传统商贾固有思维，调料商只能拱过酒楼，但他们忘了，京城酒楼不过80，寻常百姓却有数十目销路。大牛，传令，停止向所有酒楼供货推销，全城菜市杂货铺尽数铺货，血盐2文钱1包，天然味精5文钱1瓶。我要让京城最穷的脚夫也能买得起最顶级的调料。我要让满城烟火飘香，尽毁那帮自命不凡的100年招牌。当家的说这玩意儿奇效无双，仅5文，少许便能熬出鲜纯肉汤。我倒要试试是不是真的。老伴儿，你发财了，怎么炖起老母鸡来了？这香味儿比过年那顿肉还要香100倍啊！当家的没肉，什么都没放，就是撒了一点林老板卖的那个神仙粉。我的老天爷，这真的是咱们穷人能吃到的味道吗？孙大掌柜，完了，全完了！咱们的巨林联盟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林轩根本不稀罕卖给咱们，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连一个上门客人的都没有？去哪儿了？全回家吃饭了。林轩把那个味精卖5文钱的1包，家酒楼50招牌才100倍。小微大吉，他这是在掘咱们的根呢！我孙某人彻底输。清雪，这是户部刚刚报上来的盐税，短短半月，林氏血盐行销京城及周边5省，2文1斤，百姓皆可负担。半月盐税分红，竟抵往年贪腐盐商全年上交总额。此子真乃商界奇才。父皇，林轩之才不仅在盐税。父皇前日言遇善饭菜寡淡，儿臣特备1碗鲜汤，请您品尝。清雪，你又调皮了，这汤清汤寡水，连点油腥都没有，能有什么滋味？父皇尝一口便知。好汤，绝顶的好汤，这鲜味究竟出自何处？御膳房那群老厨子何时研出这般先绝天下的秘方？回父皇，只加了1擦林轩研制的味精，这物件提鲜奇效，成本低廉，如今早已传遍京城寻常百姓家中。好一个林轩，好一个化腐朽为神奇！此等大才，若只做个商贾，简直是暴殄天物。传朕旨意，林轩有功于国，造福万民，特御笔亲题，官服赐4匾赐之。儿臣遵旨。父皇圣明。少爷，咱们做到了。从云州城那个破庙里吃毒矿盐，到今天皇上亲自给咱们赐匾，这全天下的饭碗，现在都在少爷您的手里了。大牛，这才刚刚开始，餐饮只是入口，手握圣上特许，兼具实业根基，往后农作化工乃至变革当世交通的钢铁重器，皆由我逐一造就。这大钱的江山，才刚刚见识到科学的1.7毛而已。